提到日月潭，我总会想象出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停泊的船只，四周环绕着群山。这是一个曾在小学课本上出现的名字。这次台湾之行，我终于来到了这里，亲眼见到这片碧蓝的湖泊。在台中，我还去到另一个地方——高美湿地。那天的狂风和夕阳至今历历在目，还有热闹非凡的逢甲夜市，各种特色小吃让人目不暇接。这就是我即将开始讲述的台中之行。在高雄的旅行告一段落后，这天我准备搭乘自强号台铁前往台中。这天的车站非常热闹，人特别多，车站中心的广场似乎也有活动正在彩排。之后才知道，那天正好是车站中心广场和顶棚首次亮相和正式启用的日子，1小时后会有特别的庆祝仪式。这些大大小小的不规则椭圆形装饰被命名为高雄绿之秋。这些椭圆形灯具与蜂巢状结构交相辉映，再加上天窗引入的自然光，整个空间既现代又温暖。顶棚上方还有一条绿道，人们可以在这里散步，相信不久之后会成为新的旅行打卡点。绕了一圈以后，列车也快要到站了。我通过闸口来到了月台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不一会儿，列车缓缓驶来。虽然也可以选择高铁，但如果多想看看车外的风景，体验每一站都停的慢旅行，那选择台铁可能是最好的方式。车窗外，风景从城市到乡野不断切换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我终于到达了此次旅行的第2座城市——台中。这一天计划去日月潭，天气非常晴朗。从旅店出发，乘坐公交车，经过10多分钟的车程，就来到了干城车站。这里有一个不大的小屋，却是所有前往日月潭的大巴旅客的集合点。本以为已经来得很早，买票时才知道只能排到近2个小时后的班次，大概要等到中午12点才能出发。拿到号码牌后，便只能耐心等待了。不过好运突然降临，可能因为当天是周末，旅客太多，大巴公司临时又加了1辆车。我很幸运地被调整到了最近一趟的班次。更换新的号码牌后，没过多久就顺利登上了旅行大巴。今天的旅程终于如愿开启。车窗外的风景缓缓流动，城市的建筑渐渐被远处的山峦取代。不知不觉，当车辆转过一个弯道，视野突然开阔，一片宽广的湖水出现了。这里就是日月潭。游览日月潭有很多种方式，我选择了乘船游览。乘船游览可以在3个码头之间单程通行，分别是起点的水社码头、玄光码头和伊达邵码头。每个码头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个小景区，按照顺序坐船，最终便可以回到起点。购买船票后，沿着商业街走，很快就到达了水社码头。这一刻，日月潭终于完整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湖水的四周环绕着群山，清澈的湖水泛着深浅不一的蓝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。码头边停满了白色的游船，静静地浮在水面上。游客们熙熙攘攘，有的在拍照留念，有的在排队上船。稍作停留后，我也准备去下一个码头。
在乘船时，耳边会响起工作人员的广播，在介绍关于日月潭的历史、地理和文化故事。得下船，码头上方啊。不到几分钟便到达了玄光码头，顺着台阶往上走，看到了很多人都在排队的茶叶蛋店。买了2个尝了一下，后味有一些甜，但特别好吃。在玄光码头的观景区，眼前的湖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这里的湖水蓝得非常纯粹，完全不需要加任何的滤镜。很多游客举起相机捕捉美景，或3、5成群的闲聊，共同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与愉悦。接着，我准备排队前往下一个码头。在途中，广播告诉我们，远处的山上可以看到玄奘寺和慈恩塔。玄奘寺中供奉着玄奘法师的舍利子，并保存着他细行取经的故事和文献。在快靠岸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山上蜿蜒而上的缆车，不远处就是要到达的码头。终于到达了伊达邵码头，在码头上穿行，可以看到代表日月潭的绿色青蛙，还有限定的圣诞皮肤。这里有一个大型的游客中心，周围是充满当地特色的商业街。因为要去坐返回台中的大巴车，所以在休息过后，我决定返回水社码头。回到起点时，我还看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圣诞老人装饰。穿过商业街，在车站附近，还有纪念品店可以去逛逛。日月潭限定的日月蛙非常受欢迎，它的脸颊两边分别是太阳和月亮，设计得挺可爱，而且提供各种尺寸，是非常值得购买的纪念品。之后，我乘坐巴士返回台中。虽然日月潭只是一个湖泊，但在小学课本和回忆的加持下，它是我在台湾旅行中最憧憬的目的地。当车辆转过来时的那个弯道，日月潭逐渐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，我也告别了这个地方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在台中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地方，就是高美湿地。因为距离市区较远，交通不便，所以建议在旅行网站上预订半日游的行程，就可以不用担心交通，顺利往返那里。高美湿地以丰富的生态和各类鸟类而闻名，是台中最热门的日落观赏地。大部分游客浏览这里的方式是顺着延伸的木栈道走一个来回。那天由于是多云天气，再加上强风，虽然气温是14度，但体感温度已降至5度左右，风大得让人几乎站不住。一路上耳边都充满了游客的尖叫声，但大家依然坚挺着在大风中拍照留念。我也紧紧抓着相机，在凌乱中记录着这些画面。
由于风实在是太大，匆忙走完栈道后，打算在入口处的小木屋中等待日落。看完日落后，赶紧跑回了车里取暖。在等车内人到齐后，我们出发离开了这里，准备前往台中最热闹的夜市逢甲夜市。随着车窗外的黑暗逐渐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代替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到达了这个热闹的街区。逢甲夜市因临近著名的逢甲大学而得名，最初是为服务周边学生和居民的小摊聚集地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全台湾规模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夜市之一。这里不仅有繁华的商业区，更以美食街闻名。无论是汤包、串串、甜品、葱油饼，还是香气扑鼻的羊肉串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特色美食，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味蕾。我所居住的地方位于台中体育大学附近，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夜市。相比于逢甲夜市，这里不用排队，更接地气。我在这里买了炒饭和超级好吃的炸鸡排。台中的旅行也在这里画下了简单却满足的句号。